是怎样撕心裂肺的爱情，能迷得李连杰不惜抛弃弃女，也要博美人一笑？我年轻，有个女孩爱我，我也自以为是我很爱她。最近啊，网上流传出李连杰提出立好的遗嘱，里面对现任妻子励志有数不尽的不舍，对女儿有周全的安排，对自己要求不立威，不办丧事，一切从简。他想到了所有人，却唯独对那位陪他白手起家的发姬黄秋燕半个字都没有提及。黄秋燕是李连杰的同门师姐，那时候的李连杰啊，父亲早逝，母亲一个人拉扯5个孩子，家里穷的是叮当响。是黄秋燕这个师姐像一道光，照进了他灰暗的童年。他会把自己的生活补贴偷偷塞给这个小师弟，会3天2头把他叫到自己家改善伙食。后来李连杰凭借少林寺一炮而红，但在拍摄南北少林时，他意外重伤，脊椎错位，医生甚至下了可能终身残疾的病危通知。这对于一个打星来说，等于天塌了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星星要就此陨落时，是黄秋燕推掉了自己所有的工作，事业守在他的病榻前不离不弃。这份恩情啊，重如泰山。于是，在伤好之后，李连杰娶了她，但这场婚姻的起点就埋下了一颗巨雷，因为李连杰自己都承认，他对黄秋燕的感情只有20%是爱，剩下的80%全是感恩。婚后，黄秋燕为了他彻底放弃了自己的事业，跟着他远赴美国，怀上了第2个孩子，安心的做他背后的女诸葛。他以为自己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爱情终于要开花结果了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他等来的不是丈夫的归来，而是一通离婚电话。1989年，李连杰在拍摄电影《龙在天涯》时，遇到了那个让他愿意抛妻弃女的女人励志。那时的励志啊，是香港最炙手可热的性感尤物，亚洲小姐冠军，美的充满了攻击性。李连杰对她一见钟情，惊为天人。他后来在采访里毫不掩饰地说：“我爱她，我可以为她死，我可以为她不要名不要利，我可以断送所谓的一切前程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每一天的血管都热血沸腾。”我知道那个是爱。于是他拨通了那通打给远在美国正怀着孕的黄秋燕的电话，用最平静的语气提出了离婚。你可能会说啊，男人功成名就之后抛弃糟糠之妻，不是很常见的剧本吗？是，但同样是背叛，处理方式的不同更能找出人生的底色。不信你把他和另一位国师级大盗张艺谋放在一起看。张艺谋和他的发妻萧华同样是共患难的典型，萧华陪他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。后来啊，张艺谋因为和巩俐的恋情与萧华离婚，这同样是一场无法被洗白的背叛。但在这段关系里，至少萧华后来有机会出版自传《往事悠悠》，向全世界讲述了属于他的那一部分故事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。而李连杰呢，他给出的理由更直白，也更伤人，用一句轻飘飘的“对不起，我错，我找到了我真正的爱”，就将黄秋燕20年的付出定义成了一个错误。港媒当年一句辣评直接戳破了所有滤镜，情义千丈，不抵胸前2两肉。他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为爱痴狂的情圣，把黄秋燕定义成了一个他年轻时犯下的错。这份坦诚比任何虚伪的借口都更像一把尖刀。为了那个所谓的真爱啊，李连杰到底有多疯？在和黄秋燕离婚后，他对励志许下了一个10年之约，而在这个10年里啊，励志因为投资失败，欠下了几千万的巨额债务。这李连杰为了帮他还债，签下了一份堪称卖身契的合同，2年内为向华强的电影公司拍6部电影，片酬7200万。那2年啊，他像一个机器一样疯狂拍戏，用自己的血汗去填补美人债务的窟窿。他用最英雄的方式去拯救他的心爱人，却用最懦夫的方式去处理他的旧家庭。而那个被他当成错误一样抛弃的黄秋燕呢？离婚后啊，李连杰虽然把美国的房子留给了他，但因为还不起贷款，房子很快就被收走了。他带着2个年幼的女儿在美国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单亲妈妈。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，他都住在朋友家一个不足2平米的地下室里，靠着在美容院打零工艰难的为生。但即便是在最苦的日子里啊，他也从未在媒体面前说过李连杰一句坏话。他自己硬生生的把所有的苦都咽了下去。直到后来啊，他遇到了一个开餐厅的老板，对方心疼他的遭遇，把他介绍到自己的店里工作，2人日久生情，黄秋燕才终于找到了自己平凡的幸福。如果说啊，财产和名分上的亏欠还能用真爱无价来粉饰，那么李连杰对自己4个女儿那堪称天差地别的态度，则彻底撕下了他所有的伪装。对于他和励志所生的2个女儿 Jane 和扎达，李连杰倾注了全部的心血，把她们当成真正的公主来培养。他带她们走上国际电影节的红毯，和全球巨星合影。他动用自己所有的资源，把大女儿 Jane 送进了全世界最顶级的巴黎名媛舞会，让她和欧洲的王子公主们共舞。他为她们请最好的老师，让她们从小就读名校，最终啊，双双考入哈佛这样的世界顶尖学府。在他
们身上，李连杰扮演了一个完美无缺的42孝好父亲，可他似乎忘了，在大洋彼岸还有他另外2个同样流着他的血的女儿李斯和李泰密。这2个女儿是在他们的母亲黄秋燕最艰难、最窘迫的日子里长大的。他们没有红毯，没有名媛舞会，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一个稳定的家。他们跟着母亲在美国的地下室里度过了童年。后来被李连杰接回国，交给了自己的母亲，也就是他们的奶奶来抚养。李连杰虽然承担了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，但在最重要的陪伴和荣耀上，他却吝啬到了极点。你几乎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看到他带着这2个女儿亮相。他们就像他人生剧本里被刻意隐藏起来的、不愿被提及的前情提要，一个是捧在手心向全世界炫耀的珍宝，一个是藏在身后避而不谈的过往。这份厚此薄彼，比任何言语都更伤人。如今黄秋燕早已再婚，嫁给了一位善良的餐馆老板，找到了自己平凡的幸福。而李连杰也和励志过着他所说的神仙生活。如今李连杰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常年被甲亢折磨。他感谢励志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，可他似乎忘了，曾经也有一个痴情的女人，在他可能终身残疾的时候，愿意为他端茶递水，却被他永远的弄丢了。他以为用钱就可以补偿一切，可那逝去的青春，那份年少时最纯粹、最不求回报的深情，又该用什么来偿还呢？或许在他心里，那段婚姻只是一个错误，但在黄秋燕的人生里，那却是他付出了一切的整个青春。